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50岁的张大姐，平时经常觉得乏累，整个人提不起精神来，也不想说话。后来朋友告诉她的这种情况可以尝试用黄芪泡水喝试试，应该会有改善。因为黄芪是补气之长，虽然它不像人参那么出名，但是作用也不小，而且相对老百姓来说性价比更高。后来张大姐喝了一段时间的黄芪水，的确感觉身体好得很多，没有像以前那样总是疲惫懒言了，而且气色也变好了很多。一起来看看张大姐的方法吧。首先准备10克黄芪。黄芪是平民百姓经常食用的纯天然品，民间流传常喝黄芪汤防病保健康。由此可见，黄芪能够起到防病保健功效。黄芪跟人参一样都是补气良药，适合身体虚弱、脉细无力以及言语低弱的人。黄芪能增强网状内皮细胞的吞噬功能，使血白细胞及多核白细胞数量显著增加，使巨噬细胞吞噬百分率及吞噬指数显著上升，对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均有促进作用，可以用于因免疫力低下导致的虚汗病症，也可以用于补气和增强脾脏功能和代谢能力低下，用于提高肺与呼吸系统免疫能力的药材。易感冒者在感冒流行季节服用黄芪，不仅可使感冒次数明显减少，而且可使感冒症状较轻，病程较短。黄芪还能促进血清和肝脏的蛋白质更新，对蛋白质代谢有促进作用，对正常心脏有加强收缩的作用，对因中毒或者疲惫而衰竭的心脏强心作用更明显，可以表现为使心脏收缩振幅增大，排出血量增多。现在有一些膳食中都是以黄芪为主，在食物上添加它，不仅使得口感独特，对增加体质也有一定的作用。再准备10克的茯苓。现实生活之中，大家都知道茯苓是一种非常有营养价值的植物。茯苓的性质比较平和，善于泻肾经之火热，有利于膀胱之湿，而且还具有利水消肿的功效。茯苓对正常人及实验动物均有显著的利尿作用。茯苓还能够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，且有抗肿瘤和保肝护肾作用。古人认为长期服用茯苓有轻身的作用，长期以来道家都把茯苓当作与灵芝一类的可以助人成仙的仙药。现代药理学也证实茯苓确有一定的抗衰老作用。茯苓煎剂对金黄色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、变形杆菌等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，并有显著的抗病毒作用。茯苓也有升高白细胞和降低血糖的作用。茯苓利于补益心脾，从而可以起到养心神的作用。对于患者心脾两虚、气血不足所导致的失眠、健忘、纳呆等症状，可以起到调理的作用。茯苓中还含有较多的多糖物质，这种物质可以帮助患者提高免疫力。倘若长期咳嗽不愈的，身体内都有很大的湿气。倘若长期咳嗽不愈的话，茯苓也是可以起到一定的治疗效果的。先把黄芪和茯苓清洗干净，放在一旁备用。接着再准备5克枸杞。枸杞在中医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，它的药用价值非常受历代医家的推崇。枸杞中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，这种物质是一种水溶性多糖，由6种单糖成分所组成，有生理活性，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功能，提高人体抗病能力。枸杞中含有的枸杞多糖成分对消除疲劳有十分明显的功效。枸杞的放射线辐射作用适合肿瘤患者放疗时使用，有利于减轻放疗的毒副作用，提高治疗效果。枸杞具有辅助降血脂、调节脂类代谢作用，常吃有利于预防心血管疾病。枸杞中含有的贝塔胡萝卜素可被人体转化为维生素 A，
而维生素 A 可以生成视黄醇，这种物质对视力大有好处，有助于防止黄斑病变。人体皮肤老化主要是因为自由基的氧化，而枸杞中含有的多种成分，如枸杞多糖、贝塔胡萝卜素，都有很强的抗氧化作用。而枸杞中的维生素 E 和硒元素又会和抗氧化剂协同，从而起到很好的抗皮肤衰老作用。枸杞对身体有很好的滋补作用，但是不宜食用过多。正常情况下，健康成年人每天吃不要超过10克就比较适合。接着准备5颗红枣。大枣是我们公认的营养食物，尤其是很多女性偏爱红枣，把红枣当作零食吃，或者放在食物中一起烹饪后再食用，还可以泡红枣茶。每天食用适量的红枣可以起到滋补肝脏的作用。对于肝脏功能障碍的患者，每天坚持食用一段时间，会有明显的效果。红枣还具有解毒的作用，长期食用不但肝功能越来越好，皮肤也会越来越光泽。我们都知道大枣具有补气的作用，只要在日常饮食或者茶中添加适量的红枣，就可以获得良好的营养，也不会产生任何副作用。在食用红枣泡水时，还可以和龙眼、红糖一起冲泡。这些食物可以改善身体机能，提高身体免疫力。大枣清洗干净之后，将它剪去枣核。接下来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中，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，给它煮上半个小时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。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动动您发财的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请在底下留言+1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。时间到之后就可以关火了，倒入杯中放置温热就可以喝了。黄芪具有补气血的作用，红枣有补血的作用，两者结合以后，补气血的功效较好，尤其适用于贫血患者服用。适当的饮用能改善精神状态，对于平时工作紧张、工作压力大、气血虚损症状明显者，可以起到较好的调节作用。喜欢的朋友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，给我点个赞吧。点击我的头像，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